227事件轻判，法律与正义的失衡之丝，5年时光如沉重枷锁，锁住了肖战的黄金发展期，也冰封了无数人对正义伸张的热切期盼。北京互联网法院侵权成立的判定，本应是正义吹响的胜利号角，可1.4万元赔偿与未在判决规定期限内等来的致歉，却让这场胜利蒙尘，成了众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痛。2020年2月的227网络风暴，绝非偶然的舆论碰撞，而是常以同人文争议为幌子，蓄谋已久的恶意围剿。从2月9日恶意预言帖的出现，到2月18日227大团结词条的成型，背后是有组织的网暴黑手在操控。227超话主持人郭某、娄某如黑暗中的恶狼，操控账号，散布污言秽语，用虚假信息点燃仇恨、肖战必服的诅咒，恶意 P 图，以致代言成常态，让他的事业瞬间停摆，在本该绽放的时刻坠入深渊。漫长10个月里，肖战独自对抗漫天恶意，身心俱疲。如今法律虽还他清白，却以1.4万元草草收尾。这点钱不及维权公证费零头，更无法衡量被夺走的5年青春与事业机遇。当造谣成本微乎其微，网暴代价轻如鸿毛，法律的威严与威慑力显得苍白无力。不难想象，网暴者或许正暗自庆幸不过赔点钱，继续躲在屏幕后谋划下一次恶行。轻判背后是全社会对网络暴力的深刻反思。对法律体系而言，若精神损害赔偿连维权成本都难覆盖，名誉权便是空谈，法律天平已严重倾斜。对每个网民来说，公众人物尚难在网暴中自保，普通人更可能因一句话被钉在网络耻辱柱。敲键盘不用负责若成潜规则，网络空间将有如明日，无人能置身事外，安全亦成奢望。从社会层面看，这绝非民心私事，而是对文明底线的严峻考验。我们追求的不是偏袒某明星，而是坚守公平正义，让作恶者得到应有的惩处。肖战凭借坚韧毅力、贵重人格、强大内心与干净底色，扛过狂风骤雨，实属不易。但这不能成为轻判的理由。真正的正义，不是让受害者在千疮百孔后独自舔伤，而是让施暴者明白，企图毁灭他人人生，必付出惨痛代价。此次判决不应是终点，而应是推动法律变革的强劲动力。我们迫切需要法律重拳出击，让造谣者为每句谎言付出沉重代价，让网暴者为每次伤害承担责任，彻底终结违法成本低于伤害代价的荒诞。唯有法律的正义之剑高悬，精准斩断网络戾气，让恶意在正义重压下无处遁形，网络空间才能真正成为文明的栖息之所。这不仅是为肖战讨回公道，更是为所有可能遭受网暴的人撑起保护伞，让网络世界重归理性与善意。